其实这1个月，我真的很开心，还真希望时间可以停留久一点。我有个希望，我希望我们能做一辈子的好朋友。当然了，一辈子，1天都不可以少。来，敬朋友，也敬我最好的弟弟。我在那天见到你的时候，我就有一种特别熟悉的感觉，感觉我好像找了你特别久。我不是要你立刻马上相信爱情，但是你可以试着相信我。谭老师，谭老师，怎么了？李帆姐姐得奖了，得的是金奖哦！好高兴啊，得了金奖！芭蕾舞就是西涅的精神象征。你的梦想就是跳舞吗？对呀。我觉得你肯定可以实现你的梦想。虽然呢，我不懂芭蕾，但是我懂美。我在你的舞蹈里面看到了一种生命之美。我觉得你是幸运的，你能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，这是老天的厚爱，你一定可以完成你的梦想。谭老师，哪儿？就这个后面在跳舞的，看到了吗？还真是啊。哎，快，吃水果，吃点这个。哦，来，好，谢谢阿姨。现在。原来是我儿子，为什么要骗我？我们分手吧。那个人是谭思婷吧？她就是乐乐的亲生妈妈，怪不得每次我看乐乐的眼睛的时候，总感觉好像看到她的影子一样。我真的不想继续欺骗你，欺骗我自己，这样对你太不公平了。我不想吵下去。明天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，去找一个人。那你会回来吗？我当然会回来。哦，哎，那你会去很久吗？还有我爸的婚礼，你不会参加不了了吧？我应该是参加不了了。嗯，那你加油，快点回来。好的，那我们回来见。好，回来见。可以啊，这环境还不错啊，对吧？哎，前面有楼梯哦，小心。没事，可以吗？我应该行，我试试啊。好。哎呀，还可以。包子应该在前面，去前面看看。又有楼梯了，你真的可以吗？可以。你扶一下吧。哎，包子就在那才对。包子，嘿，这就是我之前常跟你提起的谭思婷。艺术家，久仰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包翰林，你叫我包子就行。今天见到您，我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我们小远都孑然一身了。闭嘴啊你！经常听小远提起你，幸会。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啊就是咱今天的主角，现代派画家石杰，叫石头就好。这是我公司的合伙人王泽远。哦，你好，幸会。这位啊就是咱国人之光，芭蕾界的维纳斯谭思婷小姐。是因为我脚这样，所以才这样形容我吗？维纳斯可是断臂了1000年。谭思婷我知道，之前在剧场看过你的演出，很精彩，印象很深。不过没想到芭蕾女神今天会这样站在我们的面前。我也很喜欢您的画，尤其是那一幅《无人呐喊》。哦，真没想到你会喜欢《无人呐喊》，谢谢。艺术都是相通的，你们2个都是艺术家嘛。哎，石头，来一下。哦，不好意思，召回下客人，没事，你们自便啊，待会儿再聊。
不错啊，这搞的。来，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我老婆娇娇。你好，谭老师你好。平时啊总听包子提起你，今天终于见到真人了。你好。最近工作怎么样？忙不忙？最近还好，不太忙。你呢？我也还好。哎，咱主要他比较忙吧。等我忙完这事。实打实啊，每次创作的时候都在喝你的酒。他宠坏你了是吧？施老师，久仰大名。你好，你好，我系内酒庄冯瑞。哦，这是我我是温佩妍。久仰大名。小薇，谭老师也来了，我们要不要去打个招呼？真没想到今天会在这儿遇到谭老师，太巧了。你脚怎么样啊？好多了。之前没有机会，今天正式介绍一下吧。哦，对，之前没介绍，这是王泽源，我的好朋友。他是做 IT 的。这位是温老师，温佩妍，是我那个教培中心的钢琴老师。冯瑞就不用介绍了，是温老师的未婚夫。好事将近了，恭喜啊！谢谢。哎，之前就听魏老师说，那天多亏你这位护画使者的保护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确实，真的要感谢他。最近车来车送不说，还给我做饭。我就担心我这脚伤好了之后，可能要胖个10几斤。胖了才有力气减啊。看来你们都认识啊，这真是6人定律了。嗨，说明这个世界啊太小了。不过大家都在啊，正好我推荐一下。对石老师的画有兴趣的可以找蔡某，如果对收藏红酒有兴趣呢，就找这位冯瑞，冯总。下次也可以去冯总那里尝尝红酒。谢谢。无人呐喊，看起来挺压抑的。世界上的人跟事，在一定的维度里是可以复制的。只要你接受这样的世界，就是承认自己内心的欲望，承认自己的渺小，你就不会让自己深陷在泥潭里。所以无人呐喊，不是压抑，应该是释放。同一幅画，不同的人，却能看出不同的意思来。不过还是谭老师的见解独特。我就是突然之间有感而发。谭老师是哪一种呢？是压抑，还是释放？我2个都不是。我是观众，在外面观望。Bonjour. Excuse me. Does Miss Han live here? I don't know the person you mentioned. Oh, she has lived in this one before, and she is a Chinese who dances ballet. Are you sure you don't know her? Oh, there are many people renting houses here, and I cannot remember who come and go every day. I only remember a young guy living here before. Here's my number. Can you have her call me if you see her? I don't have her his contact information. Most of the people living here live in a short period and they just go away. Almost no one remembers who came. Okay. I'm sorry, sir. Thanks. My pleasure.
找到了吗？没有。死心了吗？等到死心了就回来，公司需要你。所以您还一直忘不了他？已经忘了。或许我只是喜欢上这种怀念的感觉。真的是个遗憾的故事。那段人生就像一个阶段，它很美好，却让人心痛。就像这款酒一样，你刚入口的时候，它有一种酸涩的感觉，继而是充满着果香味，最后在口里的余味会有一种充满紫罗兰的花香。虽然这种酒的单宁在舌头上会有一种冲击，甚至一种刺激，但是你会留下很深刻的印象。喝这款酒后的感受，仿佛让我回到了我们的农庄。现在国内能够培育出这么好的葡萄了，真的是让我感到非常的惊讶。王先生，我想先订购一批，您看可以吗？当然没问题。姐姐，帮我把合约拟好了，给这2位客人。好嘞。先谢谢2位。应该是谢谢您啊！你看，有了这么好的酒供我们喝，还分享了您的故事。只是呀，人生的遗憾实在是太多了。金女士，这是我们拟好的合同，有什么问题我们随时联系。好的，谢谢你。冯先生，您的故事还没讲完呢。那么到现在他也没有回来吗？回不回来已经不重要了，我们已经回不去了。我相信你们以后一定会再见面的。这么美丽的爱情故事，一定会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结局。是的。祝你好运哦。好，再见。好运，再见。听说云南奥运会在 WSC 的比赛上获得了金奖。现在好多国外的酒庄都想来真是巧合。云南这地区，说好了啊，对不起，失陪一下啊。好。高总，久仰大名。哦，华山的王总哈，初次见面。您叫我小王就行了。您是我前辈，我得叫您一声姐呀。之前一直想找机会登门拜访，今天见到您太好了。谦虚了。啊，高总，你这儿子的脑子很灵活哟，跟我讲了很多国产红酒的理念和畅想，年轻人有想法。谬散了，华山的酒在国酒这条赛道上领先很多啊。今天我们有机会可以品尝一下了。天路贸易那么大的生意，为什么不让贵公子接手？做红酒不容易啊，我们华灿做了10年，还是有的时候会迷茫。这不，今天向高总多取取经。冯瑞这孩子主意正，敢想敢干，能做代表国人的红酒，我觉得本身就值得赞赏。是。各位老师好，今天受兴业的冯总还有华灿的王总的邀请来到这里，是为了让大家一起品鉴兴业和华灿的新品。那大家左手边的呢就是兴业的，右手边呢是华灿的。各位老师呢都是我们行业中的佼佼者，希望大家在品鉴过后呢能够给出你宝贵的意见。妈妈，我想你。哈哈，妈妈也想你，周末就回去了。拜拜，亲妈妈一口。真乖，拜拜。哎呀，拜拜，拜拜，还是女儿好。哎呀，关老师，你们家哈哈太可爱了。
这早知道当初啊，我也生个闺女。这儿子太孬横。接着生啊，白老师，再生个女儿出来。哈，那万一又是儿子怎么办？我这俩建设银行，我还要不要活了？哎，怎么样啊，谭老师？觉得我们学校很好啊，是我理想中的芭蕾舞学校。哎呀，那个谭老师啊，我八卦一下，你这结婚了吗？有没有孩子呀？知道八卦还问？哎呀，八卦一下嘛，你不想知道？还没有，单身。男朋友也没有？不会吧？你这么好的条件，哎，我可是听说了哈，这法国男人都是特别的浪漫。你这不应该呀！我知道了，是不是追求者太多，挑花眼了呀？就这边工作太忙了，没有时间想这些事情。听听，人国际一流的芭蕾首席，这把一切的时间啊都奉献给了事业。谭老师，厉害！哎，行啊，别呱呱了，快吃吧。嗯，听完了又说我。同样都是黑皮诺，但是两款的风格却截然不同。我呢，更倾向于新恋黑皮诺。我有不同的看法。华灿的黑皮诺上可以感受到酿酒师的独具匠心，恰到好处的酸度用于支撑整个酒体，使得这款酒喝起来非常的顺滑。我将这一票投给华灿的黑皮诺。每个层次的香味呢都很分明，口感呢也比较成熟，一定是经过了长时间的新橡木桶的陈酿。我这一票也投给西涅黑皮诺。那现在就是势均力敌了，所以高总这一票就非常重要了。黑皮诺在这个世界上是最娇贵的葡萄品种之一，用心栽培，它的潜力呢是无限大的。所以，一款真正的黑皮诺干红，它会引领我们去探索它、感知它，并将产地的风土魅力完美的把它诠释出来，而不是在酿造中用过多的人力去干涉它。所以在这一点上，我觉得王总的华灿黑皮诺让我尝到了黑皮诺应有的味道，干净、优雅、变幻莫测，更多的耐人寻味。能见，再见。不管怎么样，谢谢你能出席，下次来。很感谢。我很荣幸，我很荣幸。哟，高总，欢迎多提宝贵意见啊！你要是去上海，一定告诉我，我亲自接你。好，下次见，保重。嗯，哎，先把黑皮诺该有的口感、香气找准确之后，再追求独特吧。我认真的品尝了你的细腻。今天没有输赢。你慢点儿。赢了吗？赢了，冠军！哇哦，冯乐轩同学第9届航模比赛中荣获1等奖，第1名。哇，1等奖，看看，哇！爸爸，这个奖我要颁发给你，你的梦想我帮你实现了。哎，等等，这是你的梦想，你自己好好保留。我的梦想呢，我会自己完成。那我以后呢？等我长大了，我也可以不管你去完成自己的梦想吗？当然可以啊，虽然我们是一起起飞，但各自有各自的目的地。好吧，那我还是自己带。爸，你是不是要和佩妍阿姨结婚了？你，
你看佩阿姨戴着那个奶奶的仙珠项链呢，这可是奶奶传家宝。你刚怎么不问我呢？我还纳闷你怎么这一路上没发现呢？那么大个项链我能发现不了？冠军我拿了。今天还知道你俩要结婚了，今天是我的幸运日吧？佩阿姨，你是怎么把我爸给拿下的？什么拿下不拿下了？你这什么呀？你说什么呀？哎，我有第1名不能抽啊！你怎么第1名？哎，不能抽！哎，佩阿姨，别动！哎，别动！我有第1名，别动！一起，喝点水。腿的位置啊，稳一点，非常好。我们郑同学能够入围这次重量级的比赛，在民办八校来说也是第一次。相信郑于凡在这一次决赛中一定能取得好的成绩。谢谢啊。哎，关老师，一直想采访你，直到今天才有这样的机会。这一次您的学生入围了，真的是太厉害了。只是入围而已，那也很了不起啦。谢谢你们来采访啊，这样也能扩大一下我们学校的知名度。那是必须的。哎，关老师，问个题外话，听说谭思婷从法国回来以后就到咱们学校来任教了，那她现在也是您的同事了，你能跟我聊一聊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？这是我们今天采访的话题吗？没有，这纯属是我个人的好奇。啊，那你可以给谭老师设一个专访啊，这样你的好奇心就能全部得到满足了。那真的是太好了。那今天就谢谢关老师参加我们芭蕾发烧友栏目的专访，谢谢您。哎，不客气啊。怎么了，雨凡？是腰吗？脚吗？扭到了？不知道。抬腿。前距骨撞击伤。上次就是疼的这么厉害，我给他说停下来养好了再练，不听我的。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谁练功还没扭伤过几次？情况不一样啊，郑同学，你的同学都没你伤得这么重，你练得太狠了。你这情况严重的话，可能出现骨坠了。安心，安心讲。医生，如果是骨坠的话，是要手术的。可是他年纪这么小，这次再养不好，可就真的很难说喽。张大夫，我上次是不是跟你说了，让你好好养养？可是，关老师非让你接着跳，怎么样？又是在同一个位置出现问题了吧？这次可必须得养透了才行，不然真的有可能长骨坠了。到时候长了骨坠，那只能像谭老师说的那样，做手术了。关老师让你跳的？不是，是我自己要跳的。我都岔气儿，这你怎么能跳成这样呢？老公，对吧？老师，关老师想问你个事儿。啊，你说。你们聊。于凡的脚受伤了，你是知道的，对吗？知道，怎么了？你知道他脚受伤了，为什么不让他停止跳舞，让他休养？当时不是还差10多天就要交那个参赛视频了吗？怎么停下来？那视频录完呢？为什么不让他休息呢？视频录完就不疼了呀，凭什么休息啊？所以他继续跳，今天他的脚又受伤了，还是老地方。那你想怎么样？我想怎么样啊？不能跳了。你开什么玩笑啊？马上就决赛了。咱们吃的就是这碗辛苦饭，为了点成绩受点伤算什么呀？在座的哪一个不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？你跳舞就从来都没受过伤吗？如果让我来看的话，一场比赛跟他终身舞蹈事业相比的话，哪个更重要？
如果是因为孩子年纪小、目光短浅，给自己埋了雷，那将来他的舞蹈事业肯定会受到影响。你是他老师，你想看到他昙花一现吗？你说什么呢？我当时把他交到你手上的时候，他可是好好的。啊，现在这才过了多长时间呢？怎么就成这样了？出了问题你来找我，到底是谁的责任还不知道。好，现在算是我的问题，所以我决定不让他跳了，从今天开始就要休息。现在不是论谁的问题谁的责任，现在当务之急是去参加比赛、参加决赛、拿成绩，这对孩子本身来说那才是头等大事儿。温老师，我跟你的看法不同，我觉得跟他一生的舞蹈事业相比，一场比赛不算什么。你也是跳芭蕾舞的，你怎么这样对你的学生呢？哼，就你会唱高调，就你对学生好是吗？你们怕他，我不怕他。我跟你们讲，一场比赛不参加无所谓，你说的轻巧，你当然无所谓了，你是天才嘛，对不对？一场两场比赛不参加不算什么，对于郑云团来说也不算什么嘛。你凭什么替他拿决定啊？我凭什么？凭我也是一个芭蕾舞演员，凭我现在带他。小伟，婷婷，婷婷，哎，你不是明天才回来吗？太想你了呗。哎，哈明我，你不好好吃饭，你这人一工作起来就没个边儿。现在好了，带着小伟也不吃饭。哎呦呵，这丫头竟然追到他爸爸的公司来监督我来了啊！按时下班。今天能不能给我做鱼头啊？想吃了。那当然能了，爸爸收拾收拾就下班啊，好，然后就上菜市场买最大的鱼头炖给你吃。哎，小伟，晚上一起到家吃饭。对呀，小伟，我这么多工作呢，吃不了了。好吧，那你要记得吃饭啊。放心吧，哎，这样我明后天肯定找你好好等我。好，开饭喽！我来鱼头烫，鱼头豆腐汤，哈哈，哎呀，来吧，多吃点啊。做这么丰盛，那我这个假期不是又要胖好几斤了？你就应该多吃点，你看你现在瘦的。我胖点倒是没什么，主要是补了我的舞伴儿，抬不起来我。那就让他好好锻炼锻炼体能，咱可不管他那事儿。怎么样？好吃，快，多吃点，多吃点。哎，婷婷，上次昆巴那个事儿，再就没消息了。这事儿都过去多久了？你还没放下呢？因为那种原因落选，我这不甘心呢。没事儿吧？好的舞团多的是呢。再说了，我本来也不想去国外。你说我现在这样不是也挺好的吗？离家近一些，什么时候想吃你做的饭了，随时都能回来。跳芭蕾最好的去处就是欧洲，这是当初你学芭蕾的时候庄老师说的。婷婷，永远都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，以后找机会啊，还是要再试试。爸爸把你养大呀，不是想让你一直守在爸爸身边，而是想让你成为你自己想要成为的那个人。放心吧，爸。吃吧，这会儿不烫了，来多吃点。好，谢谢律师。你为什么要来？怎么，你很害怕看见我吗？你是不是有话没和我说？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好说的？那好啊，我们没什么好说的。我现在就走，你跟温老师说一下。随便你。你现在有情绪了？我没有。我们的事已经过去了，过去就过去了。是啊，不然呢？
这个后面铺开大一点。来，你们觉得怎么样啊？后面会不会有点太露了？不会啊，很好看。真的挺好看的。我们店里过几天也会到几个新款，你要是有空的话，可以再来试一试。嗯，好啊。呀，事情就是这样，我也没想到他会突然回国。不是，你这是10多年的相思苦呀，你也太一往情深了吧？你可一定要跟他们俩一样终成眷属呀！哎，不过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告诉我，你也太要把我当哥们儿了吧？你跟他表白没？他对我不是那种感觉。嗨，那这不很正常的事儿吗？你想我们家娇娇一开始不也没看上我，可我拿出了不离不弃、不屈不挠的精神。你看，这不大学一毕业就嫁给我了吗？所以你得赶紧表白。我知道你是怕你说了之后连朋友都做不了吧？不是我说你啊，你这方面真的太差了。你要知道，追姑娘就得脸皮厚，好女怕缠郎，放手追呀！行了行了，不玩了，纯天不成正事。不是王泽远，你这次真的得听我的。两位，看一下你们喜欢的我们婚礼的布置风格是什么样？这边呢有咱们中式的宴席式的，当然还有我们西式的草坪样式的。然后呢，你们2位可以根据自己的礼服的样式，我们可以来做一个选择。你觉得中式好还是西式好啊？不知道，你喜欢哪个？其实我一直挺纠结的，就我自己比较偏向于西式那种可以穿着婚纱，在蓝天白云下面走进鲜花拱门的感觉。可我又觉得，不管是小薇的父母还是我的父母来说，他们可能更偏向于比较传统的婚宴模式。谭老师，你觉得呢？其实我觉得只要是你们2个人喜欢就好，毕竟那一天是你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。哎，还有2位，你们有自己喜欢的酒店吗？我们这边合作的酒店有很多，但是如果你们有中意的话，会更好。感觉这2个好像还不错。这个有点灯光氛围的沉浸式，是的。然后另外一个感觉像是夜空，有点梦幻的感觉。你喜欢哪个？都挺好的，这个。其实我倒是有个小建议，我想那天观礼的时候可能会来很多小朋友，如果在周边某个位置做一个儿童活动的空间，孩子们有地方去，以免得给仪式捣乱。哎，这个主意好呀！那你们能不能准备一点小孩玩的那种儿童设施呢？可以的，梅小姐，这个我们随时可以满足。太好了。不过我一直有点担心天气的问题，如果那天正好下雨怎么办啊？其实，在法国，如果结婚当天下雨的话，说明这是老天送给你们的祝福。哦，还有这个意思呀？或者，如果方便的话，搭个天幕呢？真的下雨的话，宾客可以躲在天幕下面；没有下雨，天气很热，大家也可以在那儿乘凉。这个主意太好了呀！那你们能不能准备一些天幕呢？如果那天正好下雨的话。可以的，梅小姐，这个完全没有问题。哎呀，谭老师，请你来真的是太对了。喂，弟，你最近忙什么呢？姐这边又弄了一个新项目。劝你别动，被朋友坑多少次了，能长记性啊？我跟你说，你得相信你姐的这个前瞻性，好吗？这事儿你帮我想着点啊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个事儿，过2天爸妈上我这儿来，你别忘了过来吃饭啊。知道了。哎，姐啊，你喜欢黑色还是白色啊？什么？没什么，挂了。那个感觉就特别好，得到你们这个心意了，就是这种感觉。中式、西式也可以分开。
对，我们每一场婚礼呢，它都有一个 slogan，比如说跟二位名字相关的“幸逢有你，温暖一生”啊，或者说二位有没有中意的一些情话，我们可以想想看。这个，我倒是记得一句，曾经有个男孩跟我说，今晚的月色很美，刚好我也很喜欢他，我就回了一句，风也温柔。挺浪漫的。这个是目前我们现在定的最终的一个方案，您可以再看一下细节，如果哪个地方不满意，可以及时跟我们沟通，我们再改正。看看还有什么？忙吗？晚上一起吃个饭。大概就是这样，没什么需求，就按这个安排吧。好，陆小姐，您真的是我在这儿。我们这儿结婚的新人有很多，但是他们在各种事情上可能大大小小都会有一些分歧。我觉得冯先生真的是第一次有这样对你无意义的新郎。确实是这样。你也可以再看一看我们这儿的手捧花，您看有很多选择。这一款是比较大众的绣球，还有玫瑰，这两款很多顾客选的比较多。然后还有最近这2年比较流行的芍药和郁金香。那我们这儿还有一些是比较小众的，您也可以看一下。哦，好，我看看。OK。哎，这个花挺漂亮的，这是什么花？这个是天鹅绒，就是刚刚在国内种植成功，上市没多久。这个原产地是来自于南欧，刚刚引进到国内，种植没多久，然后它在国内现在是属于比较小众的，也是刚刚到我们店里的，有很多顾客也比较喜欢这个花。挺特别的。那它的花语是什么呀？转身的奇迹。哎，你们俩都知道这种花啊？我之前跟一个朋友去四川阿坝州红云县见过一次。以前做生意往来的一个朋友告诉我的，后来生意没做成，那个人还骗了我。看来还是我对花的了解太少了。不过我觉得挺漂亮的，而且很特别。是的。那要是拿它做手捧花的话，你们俩觉得怎么样啊？我觉得挺合适。这天鹅绒看起来太脆弱、太敏感，感觉一出就碎，放在我们婚礼感觉不太合适。我觉得还是挺合适的，因为天鹅绒的花的寓意特别好，代表吉祥如意。如果用它做手捧花的话，就可以把这个好的寓意、吉祥传递。反正我觉得不太合适。不好意思，我多言了。你们定。啊，没关系的，唐老师，我们请你来本来就是想多。哎，结束了啊，差不多了。我今天忙搬的差不多了，我刚好一会儿跟个朋友。下次一起吃饭。今天真是太谢谢你了，今天你真的给了我们特别多好的意见。好，我先走了，慢走。拜拜，拜拜，谢谢啊。不会。那我们再看一下。我们还有很多选择。好，还有一些混搭的也是挺漂亮的。最爱喝的酒是溶成午后，最美的夜晚是
天鹅绒这种花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呢。可没想到你和谭老师都认识，而且还有着不同的故事。虽然你的故事可能没那么开心。别看人的关系，这天鹅绒花确实挺有寓意的。转身的奇迹，这也许预示着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开始呢。不过你这个好好先生，今天终于是有了不同的意见了。有参与感啊。嗯。今晚睡着了，不好意思。事儿，今晚好好休息。我好像晃见了你午顿饭，改天我请你。那我得好好想个地方喽。谢谢。别忘了你的包。啊。拜拜，慢点开啊。嗯。啊。小心啊。好。拜拜。拜拜。希望我能顺利通关吧。那你考上之后，是不是就要出去深造了？能不能考上还不一定呢。你肯定能考上。就你会聊天。哎，我有没有跟你说过？小杨给人写程序赚钱了，他说等他拿到钱，请咱俩吃大餐。这么厉害，那我得好好想想怎么宰你一顿大餐。完全 OK。我也不知道，我妈怀他的时候到底吃什么了，这脑子怎么比我聪明这么多？又努力又争气，干什么都是第一名，是吧？王书涵，你差不多得了，忘了接下来干嘛了？好好，不说你了。婷婷，我们今天呢是特意来给你加油打气的。对，我们就以茶代酒，祝你明天考试成功，飞昆巴录取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 I don't know what's going on. Something wrong with the shoes. What do you think? Stay here. 你好，请问有预定吗？唯一。你好，这边。好了，你快裂开。那里边请。谭思婷，我都想死你了！这么多年，你终于回来了，你怎么不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呀？我下了飞机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，你得接我电话。行行，让我赶紧先看看，来，我看看。干嘛你？天哪，上帝太不公平了！怎么不公平了？当然不公平！你看你还这么漂亮，那么瘦，你看我啊，已经胖的，你看，你看。你怎么了？你看你现在多美啊！别站着说了，坐下吧，来。好，哎，我拿来。啊好。 快里边，上座。这是买单的位置吧？不会让你买单的，今天啊全是王泽远的。我跟你讲，谭思婷，为了第一时间见到你，我买的可是全价的商务舱的票飞回来，给我报。报！我这一回让王书涵讹了我一大笔。我给你报。瞅你那点出息，来庆祝思婷回来，咱们3个干杯！干杯！ 你都干了，思婷回来，我真的是特别高兴。咱们就再走一个。你慢点喝，一会儿你喝多了肯定要撒酒疯的是吧？我跟你说，这些年我酒量见长，长得不只是酒量吧，体重也长了。体重这事儿用你说吗？啊，这大家都看得出来。要是出了这个屋，把我体重告诉别人，打死你！不说这个了，倒胃口。思婷，你在那边过得怎么样？ 就是挺简单的呀，每天2点一线，剧院家，旅行的时候可以到处走走。
我听小远说，叔叔那边好像还是没有任何消息啊。对呀，我爸这边也没什么亲戚，只有一个远房的表姑。我也联系他了，他说这些年我爸都没有找过他。我帮你在网上发了寻人启事，要是你爸或者认识他的人看到了，会联系我们的。谢谢。对，小远在那个什么网络那一块是专家，他发了那个寻人启事，一定会有帮助的。棉花大吧？挺大的。那我棉花大吗？不大吗？变好看了。我跟你讲啊，我也没想到自己能变成现在这样，我更没想到我还能过上现在这样的日子。舒涵，其实你知道吗？我一直特别羡慕你。你看，叔叔阿姨都陪在你身边，然后呢，你还有个那么懂事体贴的弟弟。你知道吗？离我跟我爸最后一次见面，隔了多少年了？所以啊，你要知足，知足才能活得高兴。我知足啊。你还羡慕我，我还羡慕你呢。哎，回来以后跟那个谁见面了吗？谁？明知故问。冯瑞。啊？见了，下午见的。你们俩什么情况？啊？你跟我说说。还有啊，我怎么听说他好像不在他外公那公司了，好像自己出来弄了个什么酒庄。你刚才一杯一杯干的就是他的酒，我还以为你从法国给我背回来了呢。那么多行李还能背酒啊？你们俩谁约的谁见面？没有谁约谁，就是我自己下午逛的时候，也巧了，刚好逛到他酒庄，顺便聊了两句。就这么简单？那不然呢？你们俩不会旧情复燃吗？行了，复什么燃？我要走的时候，人家老婆孩子都来了，孩子都长那么高了。那咱不要他啊，咱不缺他一个。你回来我给你介绍，我手里全是帅哥，全是尖货。你自己留着你的尖货吧，手拿把掐的叫尖货。我给你介绍一个，要么你这回来自己空虚寂寞冷。我不冷，挺热的，挺热的。哦，奶奶，阿姨来了。啊哟，阿姨。哦，小妍在这儿。你拿这么多呀？来，不用不用。行了行了行了。来了。快，坐下坐下。哎，您吃饭了吗？要不一起吃点吧？不了，我吃过了。来，快你们。哎呀，这是小妍做的吧？你就随便做了点冰箱里现有的菜，看着就好吃。吃点吧。我吃过了，快坐下坐下。小妍，坐下坐下。哎呀，辛苦你了。啊，不辛苦，阿姨。等下次啊，我准备好食材，好好给您做几个我的拿手菜。好。哎，奶奶，你怎么来了？我。哎，明天是周末，要不要到奶奶那儿去？不行，我还没吃饱呢，中午还有作业没写呢。我给你带的有洗机。吃饱了，准备有洗机。哎，这拿上作业。没吃完呢。走了。哎呀，没事，行，等会儿。我们先走。阿姨，那我也吃的差不多了。不用了，你们俩接着吃哈。慢点儿。带齐了没？带齐了，都带齐了。你别只顾着玩打游戏啊，要做作业啊。行。哎，放心，行，你们慢慢吃，慢慢吃。阿姨，我送你们。好了，不用了，不用。哎，对了，明天我把孩子送回来。啊，阿姨在。好久都没到奶奶这儿了吧？是啊，奶奶。小刘，放这儿。哇塞！早点回去，歇着吧。啊。好的，哥。那我先回来。行，奶奶。再见。带上门。奶奶。哎。我这些小时候玩的玩具你还没扔呢。那哪能扔啊？这每个玩具后面都是你的故事。
我一看到这些玩具，就想起你小的时候有多皮呀。奶奶，我妈是个什么样的人呀？你怎么提到她了？没有，我就是觉着我爸有的时候太闷了，直男一个，啥也不懂。我还是像我妈，充满活力、敢于追梦的少年，对吧，奶奶？我问你啊，如果你爸爸和小英阿姨在一块儿，会怎么样？你高兴不高兴？我那是相当高兴呀，我连外卖都不用吃了。就是啊，你看小英阿姨哈，端庄大方，没错，漂亮，还会做饭，是吧？有的亲妈也不会这样吧？对。所以咱们俩一定要联合起来，让你爸脱单。对。奶奶就是太惯着乐乐了。隔辈亲嘛，老人对孩子也能理解。不过乐乐真的是长大了，不会拿咱们俩开玩笑了。现在的小孩子什么都懂。那你觉得乐乐心理年龄有多大呀？相比同龄的小朋友，应该成熟一些吧。我有时候跟他聊天的时候，都有一种错觉，我觉得就好像是在跟一个大人交流一样，就是太懂事了。所以我跟他沟通没有障碍。但懂事的让人心疼，你不觉得吗？男孩子嘛，早熟一点没什么的，这样反而对他来讲是好事。可孩子就得有点孩子的样子呀。要是乐乐是我的孩子的话，我是不希望他像现在这么懂事的。我希望他可以去犯错，去任性，去撒娇。人嘛，总有一天会长大的。但是童年一去就再也回不来了。你说的有道理。你也是个好学生啊，可以快速的接纳老师的正确想法。是应该让他保持童心，不必这么强大。其实你也一样。你也不用总撑着扮演自己有多强大，在信任的人面前，也是可以卸下伪装的，对吗？来吧，各位老师，这位就是我们新来的客座老师谭思婷，想必大家都认出来了吧？谭老师是法国爱神8团的首席，刚刚退役就来我们这儿了，真是太荣幸了。能跟大家共事也是我的荣幸。谭老师可是婉拒了法国皇家芭蕾学校的邀请，来我们学校任教的。希望今后你们在一起团结友爱，齐心协力把我们的孩子培养好。我们现在呢，多余的话就不说了，眼前当务之急是郑一凡同学离 YGP 日本区的比赛还有不到2个月的时间了。我带于凡呢已经1年多的时间了，他很有天赋。这次 YGP 呢，我们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，给评委会把他的视频寄了过去，没想到通过预选了，马上就要去日本参加比赛。但是最近一段时间，我觉得他的水平一直停滞不前，也许是到了该做出一些改变的时候了。关老师，你带了郑一凡挺长时间了，也很辛苦。我考虑最近你就把他先放一下，让谭老师带带他，看看会不会有一些改变，你觉得呢？好啊。延伸，收腰，胸腰呢？膝盖绷直，都有了。膝盖绷直，对，肩下沉，沉下去。来，要2份一加奶的一口心。好嘞，稍等。姐姐，我今天要2份。好嘞，稍等哦。
阿姨你好。你好。这么巧。还记得这家店吗？我只知道这家店。味道还是和以前一样吧？是啊，都没变。好了，谢谢姐姐。稍等了了，这是这位阿姨先点的。啊，这是。吃饭到小了。谢谢啊。好了，请慢走。好了没有？改次见吗？对。不做了。算了。快尝尝这个。怎么样？不错。你说我可太惨了，我这么喜欢吃甜食的人，居然不能吃奶制品。不过还好有你。你怎么找到这家店的？我可是跑遍了大半个成都才找到这家店。我之前有听说过有人吃甜品不能加糖，我还真第一次听说有人吃甜品不能加奶的。你要是爱吃的话，以后我们经常来。对了，看在我这么努力的份上，我就没有什么小奖励。你吃一口。就这个啊。你过来。再过来。你好，这边消费80元。啊，算你。哎爸，刚才那个阿姨是上次去酒庄找你的那个吗？对，谢谢。她也爱吃这个呀？可能吧。哎，咱俩不在这儿吃吗？回家吃。我来。好，你拿着。庄老师让我带您了解一下，这个中心在这一带还挺有资历的。咱们开设的是4到16岁孩子的艺术课程，主要呢有乐器和芭蕾。咱们学校上学期在这面也开了培训班了。一呢是面向社会普及芭蕾，其次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苗子可以提前吸收过来。走，再看看。还有钢琴班是吗？对啊，我们这边钢琴课也很好，老师们都很优秀。要加强一下练习了，马上要考级了，回去1个小时是基本啊，一定要加强自己的抗压练习，这样的话不然的话考级是考不过的。哎，冯乐轩，马凯博，你曲子练得咋样？还行吧。好了，时间到了，咱们上课了。啊，拜拜，我进去了啊，拜拜。阿姨，咱们坐这儿等吧。这老师是哪儿毕业的？哦，严老师，他也是特别优秀的老师。最近乐乐汇报演出的曲目，就他主要来指导。哎，你好。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？我叫温佩妍，上次啊，记得。我叫谭思婷。阿姨，正好我也给您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小瑞的朋友，这位是小瑞的妈妈。不知道之前你们俩见过没有？你好。你好。您是到这儿找人吗？哦，不是，
我在这儿教芭蕾舞课。这么巧呀，我是这儿的钢琴老师。啊，是吗？那以后咱们俩就是同事了啊。那你们先忙，我先走了。以后有机会再聊。好，不打扰了。小瑞那个朋友，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哦，上次我送乐乐去酒庄见过一次。你们在一起都聊些什么？那天也没聊什么，就打了个招呼就走了。小瑞对你怎么样？你们现在……我觉得他好像比之前柔软了一些，至少没有之前那么客气了。那就好。哎，妈，回来了，都来了。爸，你回来啦！哎，你看柠檬鱼，小杨阿姨的绝活。你今天又有口福了。真没想到，小妍真能干。你看会做这么多菜。一直都说想好好给阿姨做顿饭呢，今天终于是有机会了，就是不知道啊合不合您的胃口。哇，合胃口，合胃口。这鸡汤可以啊。哎呀，这汤也好喝。谢谢。哎，对了，乐乐，听严老师说你这次留意曲目的难度不小啊，最近可得加把劲了。知道。我吃完这顿饭就开始闭关了啊。要不要让小杨阿姨给你辅导一下？没问题啊，我和乐乐配合，没问题的，对吧？那必须的。哎，对了，小瑞，你知道我今天在学校遇到谁了吗？谁了？就上次在酒庄遇到的你那个朋友谭思婷。哦，这么巧。他现在啊，竟然是我们培训中心的芭蕾舞老师，我和他成了同事了。有，他有跟我说他退役以后回来教学。有。哇，这个汤真好喝。可以再帮我。来，我给你盛。谢谢妈。我帮你盛碗这个，尝尝。行。你跟他见面了？谁？哦，谭诗婷，有见过。怎么没跟我说？不用每次都向你汇报吧？你们说什么了？只是普通问候寒暄。没有再联系吗？见个面，没有留下任何联系方式。好奇怪，恰恰又在这个城市遇见了，恰恰又走进了你的酒庄，恰巧又跟小妍成了同事，你不觉得奇怪？他要怎么做跟我没有关系。
小瑞，你别忘了，当年他为了自己的事业，什么都不管不顾的，扔下一封信就跑到法国去了。乐乐，当时只有这么小啊，你妈累死累活的，公司的事情都不管了，帮着你带孩子。好不容易现在生活进入正轨，他突然又出现了。他想干什么？他是不是又想祸害我们？妈，我跟他不可能。他见过乐乐了，但他的乐乐没有一点反应，我对他彻底死心了。他已经影响不了我们家，更影响不了我。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我只是想提醒你，还有啊，小妍对你、对乐乐那么好，咱们不要辜负人家。回去吧。头的位置，头的位置，手，脚尖，注意脚尖。好，动作要齐啊，非常好。今天偏 rap 一下，做的不错，但是还是要注意情绪。跳舞之前一定要先有情绪。好，好了，回去吧，好好练习。好，拜拜。谭老师，门口有人要见你。在巴黎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回来了？想回来就回来，我回来之前还需要提前跟您打招呼。回来要做些什么？您想说什么？我想说的，12年前都说完了，但是我怕你没听明白。您说的很明白了，不需要再费口舌了。如果没有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后面还有课，先去忙。等一等，你看到了，小瑞已经找到他另一半，他们的感情非常的好。来之前呢，我也征求了一下他的意见。他说，他再也不想见到你了。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所以，我希望你不要再纠缠他。这30年的自作多情吗？我对于你们家的任何人、任何事都不感兴趣。在教培中心，我是无意识碰到你儿媳妇的，今后我也不会再去了。好，我希望你能说到做到。要是你为了钱的话，大可不必这样，也可以来找我。您真是没变，10几年了还一个样子，以为钱能解决一切事情。谢谢你，我不缺钱。
这里面有50万块钱，我希望你离开小瑞。高慧，你等这天等很久了吧？你就故意把冯瑞支走，然后让我生下孩子，故意让我们两个见不到面。你越这样想，我越要告诉冯瑞发生了什么，我就要等他回来，我要亲口告诉他我们的孩子没了。我要让他亲眼看看，他这个好妈妈到底给他做了什么事情。你可以告诉他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我弟弟昊天和你爸爸永远是我们中间的一堵墙。就算是你们在一起了1年、2年，甚至3年，总有一天，你们会谈到他们中的一个人。到那时候，你们就会有分歧、争吵，甚至是互相伤害，把最后的感情和尊严消磨干净。你觉得这样好吗？一定要走到撕破脸皮、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，还不如这时候各自能去完成自己的事业。我觉得这是最好的选择。你说，我们不如在一起算了。怎么突然说这个？我就是觉得，其实我们现在就像一家人一样。接乐乐放学，给乐乐教钢琴，给你们俩做饭。好啊。你说什么？我说好。你是认真的？当然，你不也是认真的吗？我当然是认真的。那就盖章了。好，盖章。那我回去了。晚安。晚安。拜。旧梦像手边一枝纯白，花尽旧生舟，松开难猜，不动声色的慢慢醒来，偶尔的意外，沉没在谁心海。
一生空白，唱一世慷慨，庆幸将来。别追问如何把过错掩埋，我所有的等待，只为积攒忘欢色彩。太不渝的姿态，藏不住风雨的颓败。放故事落定在人海，一生才能晕开。那些负重记载，都不过光阴的后台。若回看，余温全停在时空错落的对白。来了，小慢点，在2楼。小瑞，回来了，来，过来，过来，来，给你看个小可爱。小可爱，你看看，谁回来了？啊，爸爸回来了，啊，看，他在听呢。可不可爱？啊，一回家来你就问他，你就不问问家里别的人呢？哎呦，你看。孩子刚生下，他就去法国了。他说他放不下芭蕾，那是他一生的梦想。不可能，婷婷不是那种人。艺术家的想法和我们是不一样的。生了孩子，他还能跳舞吗？你不要太天真了。想去太远的那片天涯，所以没时间可以停下。很多事其实不算复杂，我也有资格自问自答。见过或错过都是刹那，正如我梦过不同的花，我的爱，我的心。以前我从来不相信你会为了芭蕾舞而放弃我和乐乐，直到亲眼见到你对乐乐的无动于衷，才明白这些都是真的。那么，也就没有必要让乐乐知道这些真相，那只会再一次的伤害他。